记录百万时光，我是 Hunter， 欢迎到最新的一期开箱简评。那今天呢，我们在镜头面前一起来把玩分享的玩具就是眼前这款来自 NECA Toys 出品的《忍者神龟》幻影漫画故事线里面的拉斐尔作为 Shredder 的平行宇宙版本。这个角色呢，很多朋友都不认识，包括我自己也是后续查了一下资料啊，才发现确实是一个关于拉斐尔取代了 Shredder 然后长歪的一个故事线，相对应的还有那个半机械化的多拉泰罗。我觉得这两个故事线呢都有它相应的特质啊。如果说忍者神龟的四位兄弟里面谁最会堕落成 Shredder 或者说嗜杀成性的话，大家第一反应肯定是脾气火爆的拉斐尔。但实际上来说，我们看的无论是87版的还是后续这个忍者神龟的剧集里面，拉斐尔除了性格稍微冲动一点之外，他也是非常重感情的一个角色。个人觉得算是有一种大开大合、大智若愚的那种感觉。可能这个形容不太对，但是如果说四小只在我心目中最喜欢哪一只的话，我可能还是会投给红色的拉斐尔一票。那回到这次玩具本身，包装盒方面还是幻影漫画线的老样子，只不过上面不是写着这个 Image 的工作室不是 Mirage 的那个工作室，而是写着这个 Urban Legends。这个故事线大家可以在网站上面去搜寻一下，基本上就是一些变体的故事线。侧面是 Shredder 画的，或者说拉斐尔装扮的 Shredder 的这样一个形象，独眼，然后身上呢基本上是把 Shredder 的这个装备平行，并且移植到了自己的身上。斗篷方面是采取了这样一个红色。看到背面呢是一些特写图，你可以看到啊，它有一张戴着眼罩的脸，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彻底烂脸的替换头。另外3款产品呢，其实我都没有购入啊。其实我很想去买这款凯西琼斯，结果呢，我个人觉得价格太高了。现在呢，也反正金标代理啊，也没有什么假货。话不多说，直接开枪。好的，本次拉斐尔 Shredder 的全部内容物就展现在我们的面前了。首先从配件开始看起啊，这一次呢还是秉承着这个系列里面丰富的手型，武器一对，替换头雕一只，还有一些零零散散的，比如说做场景的配件。这次的场景配件比较有意思啊，是一个类似于装着牛奶杯的这样一个小玻璃壶，然后还有一个杯子，上面用这种雾化的这个效果，好像做出了牛奶的这种感觉，这是我自己的 YY 的，具体出自于哪个章节倒是不得而知，也没有时间去找。如果说有大佬截到了那一张漫画的截图的话呢，方便的话放在评论区跟大家一起去分享一下这方面的资讯。那其他的部分呢，手型这一次给到的是一对开掌手型，忍者神龟的手嘛，3根手指做的不错，然后是一对握忍者叉的手型。其实这个手型呢，我觉得做的一般般啊。你有的时候我觉得你握持这个拉斐尔的叉子，与其说这么握，我还是更希望它能够从这个中间去抓握，会更好一些。你比如说这个手型的中间是开了一点缝，但是你还是没办法这么去拿叉子，稍微有些可惜啊。不过呢，也都是反正可以理解。这个手型呢，应该是方便用来拿这边这个水杯的，可以卡在这2个手指之间，或者说这边握持这个杯子，可能可以握得更好一些。没错，握持这个杯子用来喝水，整个效果还是不错的。整体来说，配件量方面我是比较满意的，虽然有2个东西不明所以，但是总的来说还可以。让我们接下来看头雕部分。这次的这个烂脸头雕，说实话呢，让我觉得还是比较惊艳的。有一些部分呢是确实有一些卡通化了。整体上来说的话，给人第一印象就相当于是这个拉斐尔的头雕有点胖胖的，像一个布娃娃一样。然后这边被撕烂的部分呢，就像是布娃娃被挠破了，然后里面棉花露出来的感觉，只不过是那种恐怖一点的版本。不知道大家看过一个这个美国的动画片没有，叫做 Happy Tree Friends， 里面全部都是一些可爱的小动物，但是上演的剧情非常之血腥。但是这一张脸呢，就给我了那个Happy Tree Friends 里面的那些画风啊，非常的震撼。整体来说，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搜寻一下那个动画片啊。我不知道 B 站有没有，反正之前好像在2010年10几年前
那个动画片还真的是蛮火的。接下来看到这一次的主体部分，这一次主体呢，我特别贴心的就是反正也花了点时间把我之前做视频的这个 Shredder 拿出来了。你可以看到拉斐尔和 Shredder 这两者身形上面还是保持了之前神龟系列的这个身高差，在幻影漫画线里面神龟都还是比较壮，而且身材比较匀称，但是明显的这一次的拉斐尔的身形它是有一点横向发展的。不知道他是受了重伤之后打了药还是怎么样，整体的这个身形非常之宽厚啊，而且整个的玩具坠手感是挺足的，拿在手上沉甸甸的。个人觉得如果说你喜欢这种比较有手感的玩具的话，这款玩具还是比较推荐的。我的入手价格是2张附近，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头雕这一次呢被这个二次元涂装画风的这个头盔给完全盖住了，在某些角度你还是能够看到类似于这个比如说眼罩啊，然后它的这个眼睛的这个部分，但说实话呢需要找好角度，不然的话你就让它就是这么比较阴森的，或者说比较有逼格的这么去照着也是不错。整体的真要匹配这个忍者神龟头雕以及它有点微胖的这个身形啊，这个造型乍一看像是一个变体版的铁血战士。可能 NECA Toys 做铁血战士或者做忍者神龟都是比较出名的，把两者结合在一起就有一种缝合怪的既视感。这并不是一个贬义词啊，反倒是我觉得这两种风格有机的融入在一起，或者说它在一个就是比如说在忍者神龟的宇宙的角色设计中看到了一丝铁血战士的设计影子，还是非常有意思的。摘下这个二次元画风的头雕之后呢，你可以看到这张饱经沧桑的这个脸啊，虽然从皮肤的状态看起来并不算是年龄很大，但是明显的无论是这个眼睛的眼罩部分、嘴唇部分都受到了不小的这个创伤啊，而且这两者之间好像创伤的这个程度，戴眼罩的应该是稍微早期的，你看这个后期一点的，就是嘴皮子之前的这个还没有破烂的部分也被彻底的毁灭了。整体来说呢，虽然我不清楚这个故事线到底怎么样，但是呢，从这张脸里面多多少少能够读出来，拉斐尔这些年真的是过得不太好啊。另外一款这个机械化的多纳泰罗呢，可能也是这个故事线里面的成员，一个神龟的变体。不知道这两者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爱恨交割。那剩下的我们的团队大哥，这个达芬奇，还有我们的这个开心果，米开朗基罗，他们两者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如果有懂行的朋友啊，在下方补充一下这个故事的剧情。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款玩具的整体以及它的可动性。头雕方面，抬头幅度呢其实还是非常优秀的，没想到啊这个乌龟脑袋可以抬这么高啊。低头幅度呢有一点点不算是特别大，但是呢加上它这个脖子本身的这个前后可动，反正我是觉得这个头雕是可动性完全够用了。戴上这个面罩呢也是非常有它的这样一个煞气的感觉，虽然说能够固定的很好，但是为了追求还原，或者说至少露出另外半只眼睛的话，你还是需要一定程度的这个调整，这样看起来的话还是比较有压迫感的。手臂方面很紧实，但是大家发现了我为什么要摆成这个样子啊？是因为它在盒子里面的时候基本上是个究极螃蟹手，它的因为有这边的这个龟甲的甲壳的干涉，你只有把这个大臂往前面去旋转，它后面才不会就是被挡住。所以说呢，这一点在造型上也是没办法，只能把它摆成一个类似于北极熊的这个造型了。怎么说呢？你想让它手臂自然下垂，基本上是做不到。然后平台90度没有问题，披风呢是粘连在这个肩甲的下方，而且你可以看到呢，其实我觉得 NECA 一直有一种坚持啊，就是它一定是要做全涂装，无论是这个大面积的紫色，它还是要做这个全涂装，甚至有一点颜色的过渡。好就好在确实颜色很鲜亮，表现这种二次元涂装之后的这个颜色，包括这个黑色的这个线条，也都是把这个玩具变得很精致很立体。但缺点也很明显啊，就是这个漆面并不是特别牢固，我不知道它下面一看就是
类似于这个灰白色，或者说就是一个白色的塑胶的底色，但是上面覆盖了这个紫色，但最后呢，在这个边缘上也是像是漆皮一样直接翻起来，然后我也没怎么玩，反正就已经磨损掉了。这点呢是真的是非常可惜。手臂还有这个腿部都是双段关节，而且呢都是做了，有的地方是做了无孔化的处理，就比如说这个手臂的这个部分一体性不错，但这边有这个甲胄遮挡的部分，它还是做了传统的这个铆钉关节。手臂曲肘幅度呢超过90度，而且加上这边前臂甲的这个加持，一体性还是非常不错的。虽然这里有点割裂，但是美系玩具嘛，包括呢 NECA 的玩具大家都懂，造型排在第一，可动排在非常后面，无所谓啊。下半身的可动我们看一下，前踢幅度呢其实远小于90度，即使你借位怎么样也只能到达这样一个程度。胸腰关节呢基本上也是动不了的，可以左右侧腰，但是你要旋转是转不动的。大腿根部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旋转，往外往内都可以，差不多45到60度的水平。双段关节的这个屈膝，没想到屈膝幅度还是挺大的，可以做到小腿贴大腿肚这样的感觉。脚部呢前后左右接地性很不错，包括呢这一次的这个拖鞋也足够的大，整体的站立性还有把玩属性就是这个样子。我是觉得在这个头雕以及整个造型的稀有度来说，算是我在玩过的 NECA 忍者神龟里面比较别致的一款神龟了。再加上我个人比较喜欢拉斐尔，他的变体呢，我就是看眼缘，觉得不错的话呢，还是喜欢收一收。尤其是呢有这种烂脸属性，然后整个角色看起来非常黑身残的感觉，放在一起呢，跟之前的 Shredder 的战损版放在一起，别有一丝风味啊。今天把玩分享就到这边。这款玩具呢，之前售价的时候还挺高的，然后现在价格逐渐的平稳下来。如果你对这个造型比较感兴趣的话，我还是推荐一入的。但是你要把它做成一个认为它是一个高可动的玩具，我觉得这个它就会让你的期待落空了。因为本身呢，它的可动性如果说是5分的话，它的造型呢可能就要占10分了。整体的观感还是不错的，但是把玩属性略差一些。今天把玩分享就到这边，我是Toy Hunter，下期再见，不见不散，记得关注这个频道，拜拜。